第二季结尾，范闲赌命才让长公主请来的叶流云退走，但和明家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范闲此次下江南最大的任务是接掌内库，其次就是扳倒依附信仰长公主的明家。原因就是明家靠着10几年来的垄断销售已经富可敌国，庆国如今南方各地遭灾严重缺钱，朝廷急需大量的资金去赈灾和修复决堤的堤坝，而此时内库却拿不出足够的银两，反而亏空了2000万两。虽然范闲利用国债填补上了这个空子，但国库空虚并没有得到缓解，所以庆帝匆匆派范闲去江南搞钱了。范闲接掌内库是容易的，毕竟是皇帝亲自下旨违令者斩，但明家在江南根深蒂固，势力盘根错节，想要合法合理的扳倒他却是不容易的。纵使有些人是明家的敌人，但各方面总有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谁也不想如今的格局发生太大的变动。所以范闲这个外来者如果直接动明家，很容易遭到江南所有家族的共同抵制。但谁让范闲有主角光环，有一堆爸爸？这次庆帝给范闲是以什么身份下江南的呢？太学司业兼太常寺少卿兼内库运使司政使兼监察院提司兼巡抚江南路钦差大臣，头衔就能让你先跑39米再砍你。江南官场明面上无人敢动，瘸腿爸爸陈萍萍不仅安排了影子和黑旗对他的保护，还有监察院这10几年对江南的所有情报。离京时严冰云就告知了范闲关于明家和崔家一些可以利用的秘密。长公主这些年执掌内库，主要是靠下面的明家和崔家来进行捞钱。内库3大工坊只负责生产高端产品，崔家和明家就如同现在的批发商，低价从厂家拿到垄断货源，然后再加价转手卖出去赚差价，销售后的红利会反哺内库。按理来说，此种经营模式本身应该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内库账面明明入不敷出，但明家老太君却愿出20万两白银，只为让范闲保留他们的代理权。原因就在于长公主和明崔两家用非正常的途径将这些货物拿出来倒卖。明家是把偷出来的货物运往港口城市东一城，用于海外走私，自己却又暗中组建了一群海盗拦截买家的商船。事后明家再偷偷卖掉这一船货物，而崔家则是负责和西部北齐走私，从中赚取暴利。与他们合作的正是北齐锦衣卫正副使沈仲。范闲和北齐的小皇帝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答应以更低的价格通商贸易，导致了崔家经营多年北齐贸易的路线被打断，就连在北齐的所有商铺也都被连根拔除，至此崔家倒台。我不知道为什么庆余年2里没有崔家，正是因为崔家的倒台，才为范闲下江南重整内库时重新竞标提供了一个缺口，让明家和其他江南家族不再是铁板一块，也让一群水寨盗匪盯上了范闲的13万两白银。盗匪头领夏大当家就是编剧在第2季预留给明家的伏笔。明家老爷子共娶1妻3妾，其中最宠爱老妻的母亲，所以明老爷子在临死前遗嘱上给他们母子留的财产最多，引起了大房的强烈不满。老爷子死后，明老太君便设计把老妻母子给杀了，让自己的长子明清达成为明家明面上的主人。谁知明七爷竟死里逃生，投了黑道，隐姓改名，混成了江南水寨首领夏西飞。但明家事大，他想要报仇，光靠一群水匪可做不到，他需要一大笔钱壮大自身，于是将脑筋动到了崔家倒台后空出的内库招标名额上。投标当日要上缴中标人报价金额的40%金额作为保证金，而我们的夏大当家没有这么多钱，所以最近在疯狂的抢钱。范闲知道除掉明家也会有另一个其他家，所以改变主意，不再是扳倒明家，而是给明家换个自己控制的掌舵人。夏西飞也希望通过范闲来击垮明清达母子报仇，而明家现有遗产有一份属于他，于是夏西飞的身份让他成为范闲的新一任江南代言人。人到了江南就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在庆余年中，长公主虽然美貌天下第一，擅长玩阴谋，但不懂生产也不懂企业管理。10几年前庆国是靠内库收拢天下经营才发展壮大，可他接手后却经营不善，连年亏损。内库亏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4点：一是3大坊内库官员们贪腐；2是海外贸易的折损严重，这是明家豢养的海盗动的手脚；3是对北齐的供货账目混乱。崔家家带私活，以前无人敢查，不过现在已经被范闲干倒了。最后一个就是监察院本身开销太大，2处打探情报要钱，3处搞研发要钱，5处黑旗，6处刺客，更是吸金的黑洞。出销渠道和海盗的问题，范闲已经在着手解决。如今最急迫的问题就是在10天后的内库招标前解决内库官员们的贪腐问题。叶青梅制定的内库管理十分的严，所制作出的产品方子和材料都掌握在了内库上中下的3级司库官员身上。这些官员以前都是从叶家培训出来的，现在成了垄断致富的技术官僚。长公主在掌管内库的过程里，只要产量不下降，这些司库们的要求她就会尽量的去满足。有不知分寸的司库才会动用雷霆手段灭杀。于是这些年司库们都学会了闷声发大财。甲坊负责生产玻璃和瓷器等工艺品，昂贵的香水和蒸馏的烈酒，是内库收入最大的部门。乙坊则是负责大量生产棉布纱布，研究稻种，打造好钢，制造一些生活生产的物资。
丙坊负责生产船舶和先进军械，黑旗配备的轻巧连弩就是出产自这里。司库们就像是转运司的土皇帝，仗着技术对上阳奉阴为，对下压榨工人，欠了不少工人的薪水。年前工人们还曾经闹过一次事，死了2个人。范闲决定就从这件事入手，限他们3天的时间把以前欠的钱都补回去，还要附加利息。3大坊的主事司库就不乐意了，甲坊的萧主事是司库之首，站出来胡编乱造一通，并把脏水泼到工人身上。范闲杀鸡儆猴，把他给撤职后，另2个大坊的主事也坐不住了，威胁范闲要撤就一起撤了。范闲将这些主事所犯之事列了出来，把他们拖下去各打30大板。3大坊主事何时遭遇过如此对待？他们掌握着专利技术，决定了3大坊的产出，就连长公主对他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范闲真实目的并非单纯的镇压，他要借由这次的3日令将司库们区分开来，让他们以后互相制衡。200多名司库在3天里分成了3派，良心尚存的准备交回赃银重新做人，有些害怕范闲权势的开始暗中举报同僚，更多的是开始聚集在3大坊的主事府上。里面信阳长公主收买的人开始怂恿起司库对抗范闲，向他们保证朝廷最关注的是内库产出和利润，不是他们贪的这些小钱。渐渐的，那些司库开始抱成一团。在3日令的最后一天，内库有史以来的第一次3大坊罢工开始了。甲坊的萧主事找借口说炉子被昨晚的大雨浇灭了，无法开工。范闲却直接让手下把他咔嚓了，并向那些吓傻的司库们解释，自己今天斩他的罪名是挑动工人罢工闹事，并非贪污和扣饷。范闲随后下令将乙丙2坊的主事绑起来，主事觉得没有自己这群人的技术，内库撑不了几天。范闲也冷冷地嘲笑他们所倚仗的这些技术全都是叶家教的。随后请出了从京都带来内库的4位叶家老掌柜，问他还记得这些传授他们技术的人吗？乙坊主事终于明白范闲有恃无恐的原因了。叶家的老掌柜是叶青梅的第一批学生，是后面叶家所有帮工的师傅，这内库本就是他们一手建起来的，现在要打理内库又有何难？杀人立威在前，明差奸细于其中，加上叶家掌柜的回归，内库未来的生产基本上得到了保证。这一局虽然长公主没有出马，但还是2人暗中的隔空对局。对方早早知道范闲带着叶家掌柜下江南，故意不通知信阳心腹，逼得范闲要手段猛烈的杀人立威，并范忌回去动用叶家老掌柜。到时督察院御史们肯定会去参范闲一本。不过长公主的目光还是太局限，因为庆帝既然把叶家掌柜给了范闲，短时间内肯定是相信他的。长公主的阴谋反而会令庆帝生嫌。3大坊稳定后，范闲开始准备几天后的内库招标，这也是他扳倒明家计划的第一步。明家是长公主掌控内库的主要手段，也垄断了内库3大坊的销售指标。如果范闲想要掌权内库，明家这个庞然大物就必须要铲除。但明家是100年大族，内库成立之前就是江南名门，根基扎的极扎实，数万人的大族在朝中做官的就不知道有多少。而且明家这些年从内库吃了不少好处，年年往京都送着重礼，但就这样的大族族长却十分低调，穿的衣服都打着补丁。不在意钱财，瞧这虚伪劲儿，云淡风轻的。明家在民间的名声和声誉也很好，如果用雷霆手段对付，只怕江南路会一片大乱。老人家，明家都跟你们逼成这样了，你们就一点都不觉得冤吗？没有明家，大根早就饿死。所以想合法合理整垮他，需要一点一点蚕食。几天后的内库招标用的是明标明银，标银需要用真金白银或是朝廷认可的钱庄银票，必须在招标当日的一早送抵专门的会场，等招标结束后没中标的把钱拿回去，中标的冻结4成，拿回去6成。这是一笔明家也拿不出的巨款，资产多不代表现金流多，常规做法都是去找钱庄做个超短期抵押，没中标也就付个利息。范闲决定和明家展开金融战争，因为他有着2张无人知晓的底牌。什么国家信用啊、货币基础啊，我感觉这之间啊必须得有一个铺子调节平衡，我这是开万世之先河。内库招标当天，江南各大家族纷纷到场，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江南水寨统领夏西飞也参与了进来。江南家族原本等着看对方笑话，一个土匪头子怎么能跟他们这些百年世家相比？但招标开始后却令他们惊掉了下巴，怎么也没想到这些土匪们竟然这么有钱。几个早就归于明家的标也被夏西飞抢占，这下明家不得不急眼了。如果他们丢失内库的代销权，长公主和2皇子那边都无法交代，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会落到什么下场不得而知。但夏西飞仿佛有无穷无尽的钱，明家在竞标过程中发现带来的钱不够了，于是决定拖延时间。第5标被明家拖到日落西山才定出最后结果，仍是夏西飞中了。明清达准备回家找明老太君商议明天剩余的几个标，可就在离去时，范闲却让夏西飞直接暴露身份，告诉明家明七爷回来夺取本属于自己的家产了。这下打了明家一个措手不及。明老太君也是狠人，派儿子向招商钱庄贷款来应付明天内库剩余竞拍的11个标，另一边又连夜联系上他所在的隐藏组织君山会，雇佣了一批江湖高手去刺杀夏西飞。夏西飞的手下水匪几乎全灭，
就连范闲派去保护他的监察院高手也死了大半。这是范闲接手监察院之后损失最大的一次行动，错误估算了明家这种百年世家背后的隐藏实力。如果不是海棠朵朵这个上九品高手及时赶到，包括夏曦飞在内的所有人都会身死。第二天内库剩余11轮招标开始，夏曦飞直接披麻戴孝来参与。上午和岭南熊家、杭州陈家分别竞得1标，这3标明家并没有出手，他们把全部银钱都压在最后8个捆绑投标上，对这8个标志在必得。经过夏曦飞的哄抬，上午的4标被明家以512万两取得，下午的4标也被明家拿到，但是却是以1150万两的高价，合计1662万两白银，4成定金意味着明家要支付664.8万两银钱。急需银钱的明家就这样落入了范闲的圈套之中。下一集我们来看范闲如何打响庆国第一次金融战争，通过挤兑将明家这个庞然大物给拉下马。上集说到明家花血本拍下内库的8项招标，需要支付664.8万两银钱的巨款，巨到连明家都一下子拿不出来。因为资产多不代表手头资金多，所以只能用明家的各种资产抵押去借贷。其实原著中庆余年的世界早就有类似银行的钱庄，最大的钱庄是总部在东一城的太平钱庄，背后是四顾剑，也是明家一直合作的钱庄。但今年范闲的出现增加了明家的贷款风险，导致利息比往年高了许多。于是明家找到了另一家招商钱庄，他们提前还做过了背景调查，招商钱庄的总部也在东夷。初始资金是前北齐锦衣卫指挥使沈仲的家财，他死后被仆人将这笔钱带到了东夷，投靠了个大家族开设起来的。众所周知，沈仲的死跟范闲脱不开关系，所以明家从来没有联想过招商钱庄和范闲有关。其实这家招商钱庄就是范闲开的，明家所查到的信息都是他让监察院放出去的。大家肯定会问，开钱庄需要大量的银两，范闲从哪里搞来这么多钱呢？还有夏曦飞参与内库竞标的钱是哪来的？其实早在范闲出使北齐的时候，就和北齐小皇帝战豆豆达成了战略同盟，借钱给范闲开招商钱庄。战豆豆这个小皇帝虽然年轻，但多智近妖，他从牛栏街的事情就确认长公主想要杀死范闲。范闲回国和婉儿结婚后接管庆国内库，判断他和长公主的矛盾无法调和，在2年内经由几十个渠道平缓而不引人注意的把银两注入太平钱庄，中间不知道赚了多少万，这才将银两调到了江南。夏曦飞参与南庆内库竞标的钱竟然是来自北齐国库。为什么说战豆豆这个小皇帝不简单？南庆内库是天下最光彩夺目的金鸡，由于庆国看守的极严，各国没有办法窃取到工艺，偷又偷不到，打又打不过，于是摇身一变成为商人，参与到庆国内库产品的销售之中。战豆豆如此信任范闲，将国库资金交给他经营，一个是在于他是叶青梅的儿子，不可能满足于做个庆国的权臣，所以在北齐时候就对范闲进行拉拢，答应庆国能给他的一切，北齐全部都可以给他。就这样，范闲暗中掌控的招商钱庄收到明家资产抵押后，成为了明家最大的债主，就等多到一个临界点，范闲就能去讨债了。明家一旦还不起，那抵押的资产就是范闲的了。只不过明家这种百年大族，并不是只有这些现银支撑着他们自己家族的产业，这也是让明家保持屹立不倒的原因。范闲的计划是不断蚕食，一点点的将明家吞噬殆尽。他知道除掉明家也会有另一个其他家，所以决定让夏曦飞以明家老七的身份去接手明家，让他未来为范闲掌管内库销售。夏曦飞第一个要解决的是身份问题。范闲早就用监察院9处仿制出一份明老太爷的遗书，通过监察院收集诸多明家老太爷的情报，参考了他的字迹再做旧，在细节处可谓是十分的考究，普通人根本就无法看出这个遗书是造假的。而这封遗书也是范闲帮助夏曦飞夺回明家家产的关键。真正的遗书早就毁在了明老太君手里，但范闲并不在意明家是否相信，而是打算用舆论当成拖垮明家的武器。在庆余年中，范闲已经多次利用舆论的影响力成事，这遗书只要放在明家家产官司上，对于整个江南地区来讲无疑是一个重磅炸弹。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眼中，眼睛看到的证据就成为了他们评判的标准。不久，这件事已经被传到城中人尽皆知的地步，早该病死的明七公子突然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还是以人尽皆知的水匪首领身份，并在招标之后更是摇身一变成为了皇商。一些人添油加醋，将整个事情传得越来越离谱。但无论事情如何的变化，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明家后人的身份。一旦身份被证实下来，那么明家的财产将会产生变动。夏曦飞在范闲的帮助下伪造了明老太爷遗书，状告明家老太君和长房家主明清达谋财害命夺家产。明家请来了江南地区最为臭名昭著的壮士陈伯常，在他打官司的生涯中，能够将黑的说成白的，可谓是巧舌如簧，上来就言辞犀利质疑夏曦飞身份，哪怕有遗书也不能证明他本人就是明七少。如果拿不出证据，就要反告夏曦飞诋毁明家的声誉以及玷污太君和老太爷之名。如何证明自己这个众人眼中的已死之人还活着？夏曦飞这个水匪头领当然做不到，但范闲却请来了一位手持金扇如身打扮的人帮他。
开口就说出了一连串之前庆国的案件，而这些案件都是在没有证据和证人的情况下，让原告赢得官司的典型案例。这些案子被京中大理寺刑部作为参考，其中还有林若甫所断的一些案件，直接就将名家嚣张的气焰打压了下去。知州询问得知此人的名字后大吃一惊，因为他是京都乃至整个庆国最有名的宋诗宋氏人，从出道开始就让诸多的高官颜面无存，只要是他出马的案件，所辩护的一方必然是取胜而归。随后宋氏人请出了一个当年给明老太爷小妾接生的稳婆，很准确地说出了明老太爷的样貌、明家的地址、小妾当年的穿着和夏七飞出生后身上的胎记。当然这个接生婆和遗书一样是监察院精心伪造出来的，能够做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如今人证物证俱在，知州找到监察院以及几位善于查探物证真假的官员来鉴定遗书，判定遗书是真的。就这样夏七飞摇身一变成为了真正的明家七公子明金堂。就算夏七飞的明家身份被证实，不过能否继承家产依旧是困难重重。在庆国的法律中，对于家产继承这一块，长房长子具有绝对的优势。夏七飞就算是有着遗嘱，也依旧改变不了什么。但这次诉讼结果传开后，明家的声誉严重受损，失去了民心。为了博得民间同情，明老太君决定献祭明清达当替罪羊，然后再扶持小儿子上位做明家家主。我那几个亲兄弟就是一起死，也是您说了算。江南明家母子俩表面上母慈子孝，暗地里却杀机四伏。明老太君跟着长公主，明清达却跟着二皇子，已经有了杀母夺权的念头。想要夺权，还是要他死？向下亲自动手，母子连心，最好不要。尽管明清达已将手伸向母亲的脖子，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犹豫。并非是他的孝心阻止了他的行动，而是还没到最后鱼死网破的一刻。如今明老太君想要让他下台，明清达抢先出手勒死老太君，并做成上吊自尽求解脱的模样。明老太君死后，明清达终于成为真正的明家之主，但这时的明家已经债台高筑，风雨飘摇。范闲也开始了下一步蚕食明家的计划。截断内库三大坊的供货和分化明家内部人员。他首先是用招商钱庄大力借钱给现金流断掉的明家，换取更多的资产抵押。内库三大坊出货量完成了明家当年标书上的份额后，开始用罢工的借口拖延不给明家货物，导致明家和东一城的合同无法如期交付，逼得他们只能从另几家内库皇商那里进货。熊家和孙家都在这一次的行情波动中赚了明家不少差价，这无疑让明家的流水雪上加霜。另一边，范闲找人教唆明清达的儿子开拓新商路，瞒着父亲从招商钱庄借钱做私盐买卖，就跟现在的诈骗一样。一开始当然是赚的，但当投入钱达到一定金额后，监察院来了个突击检查，缴获了所有私盐。到了这一步，范闲的计划开始收网。招商钱庄作为明家的债主，开始上门讨债。根据协议，钱庄如果愿意只收70%的欠款，就能逼得明家必须在5天之内把债务还清。明家一时间当然拿不出那么多钱，因此陷入了挤兑风波之中。和明家相关的钱庄都上明家逼债了。明清达狗急跳墙，说动了云之兰，带着徒弟吕思思去招商钱庄灭口，却不料在招商钱庄遇到了同为剑炉弟子的小师弟13郎，这才知道师傅四顾剑把2个最重要的弟子派往不同派系，哪边倒了都不怕，只为东一城谋取最大的利益。云之兰无功而返，账册和借据都没有抢到。明清达向长公主求援也没有得到回应，只能好声好气地找招商钱庄谈判。当明清达画押让出明家的30%股份后，范闲这个招商钱庄的幕后老板出现和他摊牌了。夏七飞回归明家时持了1%股份，另几个偏房最近也转投了他，加上这30%后，他手中控制的股份成功赢过明清达，成为了明家的新家主。明家人天生从骨子里都透着自私与淡泊，大难临头各自飞。失势后的明清达根本无法再掀起风浪。另一边，长公主可不知道范闲的银钱来自北齐，怀疑范闲那户部尚书父亲私自挪用了庆国的国库来帮儿子夺标，安排言官上书要求彻查户部亏空，所以庆帝下旨让大学生舒吾和太子宗令以监察院为首，同时吏部、刑部和大理寺派员协助，共同查户部亏空之事。户部尚书范建这个范闲名义上的爹，在此次调查中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老狐狸。他在担任户部尚书期间，曾经帮太子二皇子长公主一脉平了很多贪污受贿的账，表面上把这些账做得滴水不漏，偏偏又留了一些马脚。当他们仔细的去查账追根究底，结果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的查到自己当年的贪污之事。范建人如其名，挖下的这大坑不仅坑了太子二皇子长公主，就连礼部和大理寺都被查出来腐败。最后所有人惊讶地发现，整个朝廷最清白干净的竟然就是范建的户部。还有比这更讽刺的事情吗？这个户部亏空案只得半路终止，否则任由这么查下去，整个朝廷的官员几乎没人能幸免。二皇子和长公主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你要他死，
庆余年第3季巅峰高能剧情来了，庆帝在大东山废太子，引发一场改变世界格局的大战。庆帝为什么要决定废太子呢？没有给天下人任何说法，只是庆帝一句话，然后就进入操作流程了。废太子可是件大事，没一个正当的理由就仓促下令，这让庆国不少大臣与皇亲国戚坚决反对，尤其是太子一党的那些人。其实庆帝废掉太子的理由很充分，但是这个理由让庆帝说不出口。其实就算庆帝不废太子，太子本身堕落的跟被废掉没什么区别，在朝堂上，太子的各方面能力都比不过二皇子，自己还管不住下半身，染了一身难以启齿的花柳病。好在庆帝得知了消息后，让监察院8处及时封锁了消息，否则这个皇室丑闻一旦爆出，庆国皇室就成了天大的笑话。最让庆帝难以启齿的是，太子竟和长公主有一腿，这姑姑跟侄子简直是毁三观。话说某天晚上，后宫之中有个宫女畏罪自尽，原因是偷了皇后的东西被发现了，但还有另一个版本说这个宫女是被皇后打死的。这事情传到了庆帝耳朵里，不管是什么原因，让庆帝纳闷的是，向来以宽厚仁德为人设的皇后竟然愤怒到亲手了结一个宫女。庆帝认为此事必有蹊跷，于是庆帝安排姚公公去把事情查清楚。姚公公就找来了后宫太监总管红烛。据红烛所说的细节，庆帝发现2个线索：事发当晚，此宫女去过广信宫，太子那晚恰巧也在广信宫。庆帝又派出洪四祥去调查太子这条线，没想到一个惊天大料被爆了出来。首先，太医院负责给太子治疗花柳病的大夫死了，另外一个曾经给太子送过某种药物的皇族子弟也死了。这种药物来自京都回春堂，而回春堂被人一把火烧了，好在这种药物保留下来一颗样体。洪公公把这颗药交给了庆帝，庆帝仔细一看就认出来了，这是一种专门提升床事效率的补药。所有的线索加在一起，真相就在庆帝脑海中被脑补了出来。先是太子的花柳病治好了，太子觉得自己又行了，然后太子得到了一颗大力丸，吃了大力丸的太子火急火燎地跑到广信宫，而广信宫里面住着的是长公主。脑补完真相的庆帝整个人都惊呆了，他甚至都不敢相信姑侄2人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做出此等事。庆帝大怒，第一时间封锁消息，这样的皇室丑闻绝对不能对外泄露。于是庆帝负责皇宫之内干掉好几百个宫女太监，血洗东宫。陈萍萍负责皇宫之外，长公主所有党羽被一网打尽。处理掉所有可能知情的人以后，庆帝对太子彻底失望，于是庆帝昭告天下，1个月后登顶大东山祭天，正式废除太子李承乾。庆帝昭告天下，1个月后登顶大东山祭天，正式废除太子李承乾。此消息一出，京都顿时风起云涌。其实大东山之行与废除太子只是庆帝放出的诱饵。庆帝在大东山安排了一场惊天阴谋，足以改变当下世界的格局。之所以要等1个月再废太子，就是要等鱼儿上钩，把所有的大鱼都引来一网打尽。被庆帝软禁在广信宫的长公主李云瑞第一个上钩。李云瑞不甘心被软禁一生，他决定孤注一掷，在大东山杀了庆帝，然后扶持太子当皇帝。已经陷入疯狂的李云瑞动用他的杀手锏，由他亲自创建的君山会。君山会开始搅动世界风云。首先，极北之地的蛮族突然投靠庆帝死敌西湖国，对庆国西边国境展开袭击。叶仲率领叶家军前去增援，京都防卫转移给了在军中颇有实力的秦家。然后北齐上山虎突然率数万大军侵犯庆国北部边境，北部边防总管燕小乙出战击退上山虎，但燕小乙的亲兵战死5000。这其实是燕小乙利用平民的人头凑数，将自己的5000骑兵藏了起来，这5000人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庆国的任何角落。当然这些小动作庆帝都心知肚明，他也不揭穿真相，这些都在庆帝的算计当中。1个月期限一到，庆帝正式启程，他中途还拐了个弯，去儋州探望自己的奶妈，也就是范建的母亲。在儋州，庆帝还偶遇了来看望奶奶的范闲。范闲知道庆帝故意制造这次偶遇的目的是要带他上大东山，只是不知道庆帝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而范老太太坚定地告诉范闲，啥也别琢磨，跟着庆帝走就是了，没有咱们的亏吃。范闲就这样跟着庆帝来到了大东山。刚登上山，此时一个消息传来，燕小乙带着假死的5000亲兵包围了大东山。此时庆帝身边只有带来大东山的2000禁军，范建手下的100多虎卫和监察院的人手，此时全部被燕小乙手下密集的弓箭彻底封锁，没有任何突围的希望。而大宗师叶流云正在赶来围杀庆帝，这一切都是长公主李云瑞的君山会做的，封山加大宗师的刺杀。这局面下的庆帝好像必死无疑。另一边，李云瑞在京都联合太子二皇子造反，加入长公主造反阵营的有军方大佬秦业、定州军统领叶仲和禁卫军统领公典。一夜之间，好像庆国军方大佬全部反水。就算庆帝没死在大东山，他回到京都也是孤家寡人，无力回天。此时大东山上传来更恐怖的消息，北齐国师苦和和东一城四顾见2位大宗师正在赶来大东山的路上，3位大宗师齐聚大东山，都是为了杀掉庆帝。看起来庆帝已陷入必死之局，但作为棋盘操控者的庆帝又怎会死？
首先，庆帝上大东山之时带上了范闲，而五竹跟在暗中。庆帝身边还有一个堪比大宗师的洪四祥。我们先来捋捋庆帝与李云瑞双方此时的实力对比。庆帝一方在大东山有2个宗师级战力，五竹和洪四祥；李云瑞一方在大东山有3个宗师级战力，叶流云、虎河、四顾剑。京都方面，李云瑞一方有秦家的几万精兵，宫典的皇城护卫军，叶仲的定州军精锐，以及太子和二皇子的私军；而庆帝一方在京都仅有监察院的800黑骑，城门守卫的几千骑兵，双方实力对比悬殊。怎么看庆帝一方都是必输的局面，但是接下来就是庆帝开挂的时刻了。庆帝精心谋划的这场大东山之局，终极目的是苦和四顾剑2位大宗师。至于长公主李云瑞，庆帝完全没看在眼里。庆帝的底牌太多了。首先，庆帝本人的实力也是真正的大宗师，而且大宗师之一的叶流云是庆帝的卧底，所以大东山上真正的实力对比，庆帝一方有绝对的优势。李云瑞一方只有苦和四顾剑2位大宗师，庆帝一方有庆帝、叶流云、洪四祥、五竹4位宗师级高手。大东山上开战之后，庆帝先是借助四顾剑杀了100个虎卫，变相的削弱了范建的势力，随后逼叶流云为自己挡下四顾剑的杀招，导致叶流云受到重创，跌落宗师境界。庆帝趁机从背后偷袭，一拳轰飞四顾剑半截身子。虎河在一掌拍死洪四祥后，被庆帝用1半霸道真气强行灌入体内，结果大宗师虎河被真气活活撑爆。大东山一战，庆帝是真的赢麻了。首先，2位敌国大宗师苦河跟四顾剑被杀，庆国大宗师叶流云境界跌落。此时大宗师除了五竹，就只剩庆帝自己，并且庆帝连自己人都坑。因为虎卫是范建一手训练且拥有强大的战力，庆帝为了削弱范建的实力，在局中故意放水借刀杀人，让虎卫整体实力遭受重创。京都那边，叶仲跟宫典其实都是庆帝的卧底，他俩趁秦家精锐跟监察院黑旗缠斗时，偷袭主将秦业，在影子的帮助下杀死了这位军方大佬，把在庆国军中势力最强的秦家一举铲除。秦业死后，叛军群龙无首，立刻四散逃亡，长公主、太子、二皇子全部自杀。庆帝一手大东山之局，把庆国内忧外患全部解决，但死了一个妹妹2个儿子，庆帝快成孤家寡人了。你是谁呀？陈萍萍啊，陛下身边的一条老狗。举国上下千万子民，最忠诚朕的就你一个人了。就是这个最忠诚庆帝的老狗陈萍萍，却落得一个千刀万剐凌迟的下场。行刑过程中，庆帝还下令给他喂1000年人参的参汤，就是为了不让他咽气的太早。陈萍萍在屈辱中结束了一生。上一集我们讲到，庆帝谋划了一场改变世界格局的阴谋，也就是大东山之战。庆帝以废太子为由，以自己为饵，让内外忧患的所有敌人全部入瓮。在庆余年里，战力天花板就是4大宗师：庆国的叶流云、北齐国师苦河、东夷城四顾剑和另外一位神秘大宗师。这名神秘大宗师，外界普遍认为他就是庆国皇宫里的老太监洪四祥，但洪四祥只是庆帝放出来的一个幌子，他真正的实力并不是大宗师，只是一名9品上高手。真正的隐藏大宗师就是庆帝，而庆国另外一个大宗师叶流云还是庆帝的走狗。大宗师的实力在庆余年世界里就好像是核武器般的存在，所以在庆帝看来，天底下最好只能有他一个大宗师。大东山之战后，大宗师四顾剑苦河直接陨落，叶流云境界跌落且再无恢复的可能。在京都，长公主鼓动太子二皇子的造反行动被覆灭，在军中实力过剩的秦家被连根铲除，庆帝成了除五竹这个另类外，天底下唯一一个大宗师。此时在武力上，唯一有可能的不确定因素便是五竹。五竹的记忆曾因太平别院一役而丢失，叶青梅的影子被深深埋藏。在帮助范闲成长的过程中，他逐渐找回了一些片段，却对叶青梅的存在模糊不清，谨记着神庙的位置。庆帝利用神庙使者，在神庙给五竹精心设计了一个陷阱，当五竹孤身闯入神庙，便是掉入了这个陷阱当中。神庙的洗脑行动虽未能彻底抹去五竹的记忆，但身体的损耗却无法逆转，五竹的实力在无形中逐渐消退。此时在武力上，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威胁庆帝，甚至是热武器也不行。庆帝还没上位时，是叶青梅用巴雷特解决掉了庆帝2个叔叔，扫平了庆帝上位的阻碍，所以庆帝一直在防范叶青梅留下的这个神兵利器。在剧版《庆余年》里，经常能看到一个画面，庆帝喜欢打造弓箭，并在皇宫里面试箭，这样的举动其实就是为了那把巴雷特。庆帝想要制作出匹敌的武器和防御的盔甲，毕竟当年庆帝亲眼见过那把枪的威力。庆帝第一次与热武器正面硬刚，是陈萍萍出的手。在《庆余年》中，由吴刚老师出演的陈萍萍得到了众人的喜爱，不光是因为她可爱的名字，还因为她对范闲全然一颗教导的心，当真比范闲的父亲还要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热度很高、权力很高的角色，他的下场令人唏嘘。
陈萍萍其实是一名阉人，前半生从未感受过真正的尊重，直到遇到了叶青梅。叶青梅从未有过一丝丝看不起她，与她互称姐妹，给她取名萍萍。叶青梅就像一束光照进了陈萍萍的世界。所以最后陈萍萍为了叶青梅当面质问庆帝，要从庆帝口中挖出叶青梅死亡的真相。当知道叶青梅的死亡和庆帝有关时，陈萍萍接受不了，拿出了一直藏在轮椅内的霰弹枪，直接对着庆帝轰了2枪。虽没让庆帝死亡，却也让他受了重伤。但陈萍萍因为意图刺杀君王，被庆帝凌迟处死。此凌迟并非以往的凌迟，这也是陈萍萍最屈辱的时刻。庆帝特意吩咐扒光衣服千刀万剐，庆帝就是要天下人都知道，这个权势滔天的监察院一把手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他踩在脚下。在场的官员根本想不到，平日里敬畏如祖的监察院院长，竟然是平时最瞧不起的宦官。庆帝为了不让陈萍萍在行刑过程中过早咽气，每进行一个阶段，都要让人给他喂千年人参的参汤，吊着他的精神。而范闲听到此消息后，快马加鞭赶回京城。撑到最后一口气的陈萍萍见到范闲的身影，问出了他困惑已久的问题：叶青梅的箱子里留的是什么？得知是一把枪时，这位老人眼中露出了纯真的光芒。枪这玩意我也有，留下最后7字遗言，便含笑而去。正是陈萍萍的遗言，让范闲下定决心要颠覆整个王朝。陈萍萍必须得死吗？答案是必须得死。他在质问庆帝叶青梅死亡真相时，就已经做好生死的准备，包括他举起霰弹枪轰的那2枪。正因为对帝王死心，所以才下手的毫不留情。他在行刑过程始终撑着一口气，就是为了等范闲来见他，把他心底的疑问问了出来，同时用自己的死亡让范闲看到自己的亲生父亲究竟是一个如何工于心计的小人。他的那句遗言正好点明叶青梅箱子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箱子里是一把枪，而陈萍萍手里也有一把。正是这一句遗言让范闲明白，陈萍萍已然和庆帝决裂，并在这场争斗中失败，这就是他的下场。失败的后果必定是死亡。而陈萍萍作为庆帝的心腹，最忠诚于帝王家的人，到底是什么会让他们决裂呢？聪慧的范闲一定能够想到，正是他母亲叶青梅的死亡另有真相。顺着这条线索，范闲查到了叶青梅的死和庆帝脱不了干系。陈萍萍的死亡让范闲走上了另一条不归路。当范闲得知母亲的死亡是庆帝一手策划的阴谋，陈萍萍也被庆帝凌迟处死后，范闲联手五竹、王十三郎等高手亲自去杀庆帝。虽然范闲这边高手众多，但庆帝不仅是武力天花板，庆帝的智商谋略也是碾压众人。所有人都仿佛是庆帝手中的棋子，不管是太子、二皇子还是长公主，就算是主角范闲也被庆帝安排得明明白白，一次次的在庆帝那里感受到深深的挫败感。最后决战中，五竹面对数以万计的皇城军队，五竹没有真气的束缚，他的优势荡然无存。若能掌握霸道真气，他或许能横扫千军，但五竹只能依赖芯片的精准计算，避开刀锋，逐一击破。数据分析终有极限，即使杀进1万禁卫军，他也无法幸免于众人的重创。虽然杀到了庆帝面前，但强弩之末的五竹却只能重伤庆帝。此时范闲趁机将身体的真气全部汇集到自己的指尖，变成了无坚不摧的真气匕首，然后将五竹传授给他的鬼魅身法发挥极致，跟庆帝两人开启了肉眼看不见的速度对决。在最后范闲倒下，庆帝也被削得没人样了，但庆帝强撑一口气站到了最后。在庆帝重伤之际，范若若抬起巴雷特击中庆帝胳膊。范若若其实可以直接解决庆帝，可他还是心软了。庆帝用霸道真气隔空吸雾，将范若若手中巴雷特一把吸来。在最后庆帝要了结范闲的那一刻，他犹豫了，转头看向了倒在一旁的五竹。庆帝看着这个曾是他心头阴影的五竹，终于在眼前倒下，心中畅快无比。然而五竹身上藏着的秘密让庆帝非常好奇，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好奇五竹眼睛蒙着的黑布下到底是什么。于是他拖着重伤之躯一把扯下了黑布，却触发了五竹深藏的杀手锏，激光射线喷射而出，最终被五竹的镭射眼击中，彻底灰飞烟灭。那又怎么样？照样得死。